232阿秒，中国科学家可能测出了宇宙的真律。所有人都以为量子纠缠是瞬间发生的。两个粒子不管相隔多远，一个变了，另一个同时就变。零延迟，零时间，向整个宇宙在同一帧里完成了一次同步刷新。爱因斯坦当年管这个叫鬼魅般的超距作用，意思是这东西快得不像话，快得像魔法。但2024年10月，深圳大学、北京大学和维也纳工业大学的科学家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发在了物理学最顶级的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他们做了一件以前没人做过的事情，给量子纠缠的形成过程计时，结果是232阿秒。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232阿秒是什么概念？1阿秒等于110亿分之1秒。232阿秒就是光走过大约70纳米距离所需要的时间。70纳米大概是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1000，在我们的日常世界里，这个时间短到完全不存在。但在量子物理的世界里，这232阿秒可能是人类第一次亲手摸到了宇宙的真律。先说清楚这个实验到底做了什么。要理解这个实验，你得先知道一个背景。20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3位科学家，皮埃尔·阿戈斯蒂尼、费伦茨、克劳斯和安妮·吕利耶。他们的贡献是发明了产生阿秒级光脉冲的实验方法。在他们之前，人类能操控的最短时间尺度是飞秒，也就是1000万亿分之1秒。他们把这个极限又往下推了3个数量级，进入了阿秒时代。这就相当于给物理学家配了一台超级高速摄影机，快到可以拍到电子运动的每一帧。深圳大学的姜卫超团队和他的合作者们就是用这台超级高速摄影机去拍量子纠缠的诞生过程。他们用超短的飞秒激光照射氦原子。为什么选氦？因为氦原子只有2个电子，是研究量子纠缠最干净的模型。2个电子，一个系统，没有多余的噪声干扰。激光把其中一个电子从原子里轰出去了，飞走的电子和留下的电子就形成了量子纠缠态，它们的命运从此锁在了一起，测量一个就能知道另一个的状态。关键的发现来了，飞走的那个电子，它的出生时间不是固定的。如果留下的电子处于一个较低能量的状态，飞走电子的出生时间就会晚大约232阿秒。换句话说，纠缠态的建立不是一个无时间的跳变，而是一个有时间结构的过程。留下的电子最终落在哪个能量态，会反过来影响飞走电子在多早或多晚的时刻诞生。这2件事不是各自独立的，它们通过一个232阿秒的时间窗口紧密地编织在一起。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纠缠不是一个开关式的瞬时事件，它有过程，它有时间结构。宇宙在制造2个粒子之间的量子关联时，需要花一点点时间来渲染这个关联。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样，你在玩一个在线多人游戏，你的角色做了一个动作，另一个玩家的角色需要同步响应。你以为这个同步是瞬间完成的，但如果你有一个足够精密的计时器，你会发现服务器需要一个极短的时间来处理这次同步。这个处理时间就是232阿秒。现在问题来了，这是不是证明宇宙有真律？在回答之前，我得先说一个很多人容易搞混的事情。你可能听过一个概念叫普朗克时间。普朗克时间是理论物理学推导出来的时间最小单位，大约是10⁻⁴次方秒。我在之前的一期视频里讲过，如果宇宙是一个模拟系统，普朗克时间就相当于这台计算机的时钟周期，是最底层的硬件真律。那232阿秒和普朗克时间是什么关系？232阿秒是10⁻⁴次方秒，普朗克时间是10⁻�43次方秒，两者之间差了将近27个数量级，差不多是1000亿倍的差距。所以232阿秒绝对不是宇宙最底层的真律，但它是另一个东西，它是人类第一次用实验手段测量到的量子过程的渲染时间。打个比方，如果普朗克时间是你电脑 CPU 的时钟周期，比如说一个时钟周期是0点几纳秒，
那232阿秒更像是你的显卡渲染一帧画面所需要的全部时间。CPU 跑了很多个时钟周期，才完成了这一帧的渲染。一帧的渲染时间远远长于一个时钟周期。但正是这个渲染时间暴露了一个关键事实，画面不是连续的，它是一帧一帧拼出来的。只不过帧率太高了，高到你的眼睛看不出任何闪烁。这就是这篇论文真正的革命性意义。在此之前，物理学界普遍认为量子纠缠的形成是瞬时的，没有时间消耗。但现在实验说不对，纠缠的形成需要时间，尽管这个时间短到232阿秒，但它不是零。如果连量子纠缠这种被认为是最瞬时的物理过程都不是真正的瞬时，那有没有任何物理过程是真正零时间的？如果答案是没有，那意味着宇宙的时间线不是连续的，它是离散的，一帧一帧的。这个发现让我想到了一个在佛学里非常核心的概念，刹那。佛教的阿毗达摩论典里有一个精确的时间单位叫刹那。俱舍论记载，一弹指的时间里包含65个刹那。按照现代的估算，一个刹那大约是10几毫秒。当然，这个数字和232阿秒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差了10几个数量级。但重点不是数字本身，重点是佛教在2500年前就提出了一个核心主张：时间不是连续的，一切现象都是刹那生灭的。你以为连续存在的那个你，那张桌子，那颗星球，其实都是在以极高的速度不断的升起和消灭。每一个刹那，旧的你灭了，新的你生了，你从来不是同一个你。你可以现在就做一个实验，闭上眼睛3秒钟，什么都不想，然后睁开，你会发现你做不到什么都不想。在那3秒钟里，念头像弹幕一样飞过，每一个念头升起，停留一瞬，然后消失，下一个念头立刻填补空位。你的意识不是一条平滑的河流，而是一串密集的点，只不过点和点之间挨得太近了，你误以为它是连续的。古代的修行者没有阿秒激光，但他们有一个更直接的观测工具，就是自己的注意力。他们坐下来，把注意力调到最高精度，一帧一帧的去看念头的生灭，看到最后，他们得出了和现代物理学惊人一致的结论。这就是五蕴皆空的真正含义。五蕴是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受是感觉，想是概念，行是意志活动，识是意识本身。佛陀说五蕴皆空，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存在，而是说这些东西没有持续不变的实体，它们每一个都在刹那间生灭，像电影胶片上的一帧一帧画面，被高速播放后产生了连续运动的幻觉。你觉得你的手是实心的，那是因为组成你手的原子以极高的频率在量子场中振动和重组，每一个瞬间的手都不是上一个瞬间的手。你觉得你的意识是连贯的，那是因为你的大脑以每秒几十赫兹的伽马波频率在刷新你的意识画面，每2帧之间的间隙被无缝衔接了。五蕴皆空说的不是虚无，它说的是你体验到的一切连续性都是高帧率渲染的结果。2016年，马斯克在一个科技大会上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他说，我们正处于基础现实中的概率只有几十亿分之一。马斯克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一个文明发展到足够先进，它能制造出和现实无法区分的模拟，那么模拟的数量将远远多于基础现实。随机一个意识主体，大概率是在模拟里，而不是在基础现实里。这个论证最早由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在2003年严格表述。但模拟假说一直有一个经典的反驳，如果宇宙是模拟的，那它应该有分辨率极限，就像电子游戏有最小像素一样，而我们的物理学似乎允许无限的连续性，你可以把尺子分到无限小。现在这个反驳正在被瓦解。普朗克长度告诉我们，空间有最小像素；普朗克时间告诉我们，时间有最小帧率。而232阿秒这篇论文告诉我们，连量子纠缠这种看起来最超自然的现象都有可测量的渲染时间。宇宙越来越像一个运行在某种基底上的程序。
但我想提醒你，我之前有一期视频讲过普朗克尺度和唯时钟的对应关系。你可能会觉得232阿秒就是那个普朗克时间的实验版本。不是的，232阿秒比普朗克时间大了将近1000亿倍，它们不是同一个东西。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这样，普朗克时间是宇宙这台计算机的 CPU 时钟周期，232阿秒是这台计算机渲染一次量子纠缠所需要的处理时间。就像你的电脑 CPU 时钟频率是3级赫兹，每个周期 0.3 纳秒，但渲染一帧游戏画面可能需要16毫秒，两个时间差了几千万倍，但它们都在告诉你同一件事，这台机器在一帧一帧的工作，不是连续的流动。这才是这个发现真正令人兴奋的地方。232阿秒不是宇宙的底层帧率，但它是人类第一次在实验中抓到了真的证据。如果把这个发现放进五蕴皆空的语境里，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佛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句话我们听了2500年，大多数人把它理解成人生如梦这种文学性的感叹。但如果从物理学的角度重新读这句话，它的精确度会让你脊背发凉。梦幻是说现实如同大脑在没有外部输入的情况下自行渲染的画面。泡影是说所有显现都是暂时的，没有持续实体的，每一帧都在生灭的。这不是文学修辞，这是对一个离散宇宙的精确描述。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从来没有看见过现在这一刻？当光从一个物体反射到你的视网膜，视网膜把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电信号传到视觉皮层被处理成图像，这整个过程大约需要80到100毫秒。也就是说，你此刻看到的一切其实是80毫秒之前的世界。你永远活在过去，但你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个延迟。为什么？因为你的大脑是一台预测机器，它不是在被动的接收现实，而是在主动的渲染现实。它根据过去的数据预测下一帧应该是什么样子，然后把预测画面呈现给你。当感官数据终于到达时，如果和预测不一致，大脑才会更新画面。这和游戏引擎的工作原理一模一样。游戏不会实时渲染世界上所有物体的所有细节，那样任何显卡都扛不住。它只渲染玩家正在看的那个方向，那个距离范围内的东西，其他部分只保留数据，不渲染画面。而量子力学里最诡异的发现之一，就是粒子在没有被观测的时候不处于确定的状态，只有当你观测它的时候，它才从概率波坍缩成确定的粒子。这不就是按需渲染吗？你不看的地方，宇宙不浪费算力去渲染。五蕴皆空的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它的精确含义是没有独立的、持续的、不依赖观测的实体。这和量子力学说的是同一句话。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按需渲染这个说法会不会太大胆了？其实物理学界对这个方向的讨论比你想象的要认真得多。2024年发表在《自然物理评论》上的一篇综述论文就指出，阿秒科学正在揭示量子过程中纠缠的角色，而这些纠缠效应长期以来被忽视了。换句话说，我们以前研究量子力学一直在假设测量是瞬时的，纠缠是即时建立的，但当实验精度进入阿秒级别之后，这些假设开始露出破绽。232阿秒就是第一条裂缝。这条裂缝的意义不在于它本身有多宽，而在于它证明了裂缝的存在。有了第一条，就会有第二条。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值得你想一想。我们都知道光速是宇宙的速度上限，没有任何信息能传得比光快。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宇宙要设这个线？在一个连续无限的宇宙里，速度上限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为什么偏偏是每秒30万公里，不多不少？但如果宇宙是一个有帧率的渲染系统，光速上限就变得非常自然了。任何模拟系统都有带宽限制，信息在系统中传播的速度不可能超过系统本身的处理速度。光速就是这台宇宙计算机的最大数据传输速率，不是物理定律碰巧选了这个数字，而是底层架构决定了它不可能更快。当然，我必须诚实地告诉大家，
把232阿秒解读为宇宙真率的证据，这是一个合理的猜想，但它还不是被证实的科学结论。这篇论文的作者本身也没有做出这样的宣称。他们发现的是纠缠过程中电子出生时间的延迟，而不是直接测量宇宙的时钟周期。但这正是科学令人兴奋的地方，每一次新的测量都在撕开旧认知的一个口子。10年前，没有人认为能给量子纠缠计时。2023年，阿秒激光技术的3位开创者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2024年，中国科学家就用这项技术捕捉到了232阿秒的时间窗口。下一步呢？这里有一个令人振奋的时间线。1987年，科学家第一次观测到高次谐波，为阿秒脉冲的诞生埋下了种子。2001年，人类第一次产生了250阿秒的光脉冲。2023年，阿秒技术获得诺贝尔奖。2024年，我们就用它测到了量子纠缠的时间结构。这条路线的推进速度在加快，也许再过20年，实验精度能再推进10个数量级。也许有一天，我们真能在实验中直接触及普朗克时间的尺度。到那一天，宇宙是不是一个模拟，可能就不再是哲学问题，而是一个可以回答是或者不是的物理学问题了。不过在那之前，我倒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宇宙真的是一帧一帧渲染出来的，那2帧之间的间隙里有什么？佛陀管那个间隙叫涅槃，物理学还没有给它起名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或者你觉得232阿秒这个发现还有哪些我没讲到的角度，评论区告诉我。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